你在刷朋友圈时看到了来自地产经纪的楼花推荐，告诉你这个盘是黄金地段，交通方便，高增值、低空置，全程风墙，供不应求，并附上一系列的 3D 渲染图。虽然看起来不错，但你并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如何实现的，也不会让它影响你的决策。任何建筑的设计都要符合当地的法定区划。我们以600万人口的大多伦多市为例，你的公寓只能出现在这些住宅区划中。而具体到建筑占地，则要结合退缩距离来确定覆盖率。比如在居民区划中，当地段 A 与地段 B 的建筑朝向同一条街，且相距15米以下时，两个建筑的正面退缩必须完全一致。而一旦旁边的地段 C 符合同样的条件，在地段 A 的建筑退缩距离则需要取地段 B、C 的平均值。退缩距离不仅受区划限制，也受建筑高度影响。而对于高于11米的建筑，每增加2米的高度，侧退缩与后退缩都要对应增加1米。但除了少数街区，建筑的高度也会有明文限制，比如在金融街 Bloor Street 的北侧，建筑高度就必须控制在62到107米之间。而在公寓住宅中，只有在建筑超过12层时才会被定义为高层公寓，也是今天开发商最青睐的类型。根据这份多伦多高层设计准则，市中心高层公寓的底部占地必须有6成作为商用，但只要符合前提条件，开发商可以任性地向上拓展更多楼层，扩充居住面积。最后，你需要遵循这些总计3000多页的技术规范，囊括了暖气、电路、水路、空调、环境隔离、消防系统乃至爆破拆除等等一系列的建设细节，才能开始你的设计。设计时要考虑到的因素很多，但概括起来主要分为环境因素和工程因素。其中日照是环境因素中必不可少的一环，你需要考量建筑所在的地理纬度分别在夏至、冬至以及春秋分时窗户所接收到的日照角。比如在冬至时，开阔窗口可以有效地让室内受到更多日晒，减少供热成本。反之，夏至时太阳处于高仰角，为窗户设计百叶帘可以挡下过多的光线，以防室内温度过高。此外，如果你的公寓属于高层，不同时节、时间所造成的阴影也要考虑进去，以避免影响公园植被生长或放大邻居心理阴影面积。要是在市中心，高层肯定不止你一个，而高层之间形成的地表涡旋和管道效应可能会让行人寸步难行。但气流方面，能真正挑战你的公寓的还是高空漩涡脱落。海拔越高的地方，风速相对越高，当气流被建筑阻挡后，容易在另一侧形成涡旋，从而在两侧形成气压差，致使建筑被拉扯摇晃。而当漩涡脱落接近物体的共振频率时，这种晃动尤其明显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形，你可能需要对建筑的轮廓稍作调整，比如将矩形剖面的4个角处理得更加圆滑，或是直接像麻花一样将建筑扭起来，都是抑制这种现象的有效方法。良好的环境考量可以调和建筑内外的关系，工程结构设计的好坏则会直接影响你的居住体验。比如法国1952年设计的马赛公寓就采用了跃层式布局，使用室内楼梯连接部分楼层的方式增加居住空间，并将户型多样化达到了23种，既可以收留单身狗，也可以容纳10口之家。今天，平面图依然是描述空间关系最快速的方法。为了更清楚地表达，我们设计了这张现代公寓平面图。你可以看到的外墙、电梯、逃生通道、仓库以及各个单元。你的私人空间可能只是这么一个角落，却占用你绝大多数在这个建筑里的时间，因此优化你的动线是提升居住效率的关键。公寓动线的设计通常遵循最短路径和回旋循环的原则，比如在玄关动线规划时，就应该考虑到进门开灯、放下手里物品、鞋柜取鞋、坐下换鞋、放回鞋柜、拎上东西进门、将急需冷藏或冷冻的食品放入冰箱，这样一系列使用场景。当然，实际设计中要考虑到的因素复杂得多，毕竟在公寓楼越建越高的今天，你投资的楼花不仅仅是用于计算收益的工具，更是承载无数都市人梦想的港湾。